在欧亚大陆东端，温暖的季风携着雨水的浸润，滋长万物。待到寒潮降临，草木凋零，大地休憩，岁月的轮转，万物的荣枯，中国人把这种循环往复的周期叫做年，又将一年分为24个节气：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。中国人的生活之美依循着大自然的韵律，而中国人的饮食也在这往复的自然变迁中回转，模拟着我们对世界、对生命周而复始的体验。康陵村位于北京13陵莲花山东麓，得名于明武宗朱厚照之墓康陵。据说全村70户人家都是明代守陵人的后人。今年38岁的赵立军依然守护着祖先的承诺。东风渐逝，乍暖还寒。对赵立军来说，一年里他最期待的时节就要到了，他要好好准备一番。在24节气中，立春是第一个。春是温暖，也是生机，是一年的开始，也开启了整年的劳作。中国人对春天的礼赞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。像往年一样，立春这天，康陵村的人们家家户户都要吃春饼。吃春饼迎春的传统已经演化成家常的习俗。在大锅上烙制的烫面薄饼，既是食材，也是容器。将开春的各色时蔬嫩芽卷入圆饼之中，手中握住的是满满的春意，饱藏着春日的抖擞和希望。立春之前，赵立军就发好了今年的第一茬豆芽。立春讲究吃新菜，把生机包进食物里，有着世代繁衍的深意。康陵人家的春饼会用黄酱、肉丝、豆泡、木耳炒制酱料，配以各色鲜蔬，以豆芽为主料，做成清口拌菜，给春饼补充鲜爽多汁的口感。寒尽春来，康陵人喜欢给春饼以丰富的搭配。色浓味纯的酱肘子是赵立军的拿手好菜。扣肉也是辅佐春饼的一道美味。用北方的雪里红搭配，给肉的浓香增添了春日的清新之气。古人体味春天的方式更显精致。在宫廷古方中，春饼中的酱牛肉一定要选牛小腿内侧筋肉纵横的金钱腱，软嫩酥香的摊鸡蛋，山东葱白，四川无须豌豆苗，再以香菜点缀，淋上甜面酱，
由极具韧劲儿的五彩春饼包裹，造型通透乖巧，却将满园春色尽收其中。除了吃春饼，这里的人们还承继着迎接春天的仪式，这就是打春牛。接春牛，春牛的4蹄象征着1年4季，春边长2尺4，象征24节气。在旧时，立春当日，由春官抽打春牛。第一边神清气灵，第二边国泰民安，第3边天下太平。这是中国人对新的一年最深情的祝愿。鞭打古代农业社会意义非凡的耕牛，象征驱走寒气，促进春耕。鞭响春栗，从这一天开始，白昼长了，太阳暖了，万物复苏，生机勃勃，春天来了。立春开启了1年的劳作，时至春分，到了最适合踏青采摘的时节。福建平南的人们会上山寻找鼠曲草，在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清明，用植物天然的颜料给米团带来青绿，正是清明果所需的色彩。在黑龙江伊春，春风却总是姗姗来迟。终于到了山中野菜最鲜嫩的时候，人们在此时以野菜为宴，享受大自然新鲜的馈赠。江西庐山，雨生百谷，瀑水日盛。历经1个冬天的休养，茶吐出了新叶。茶人王府庚踏草穿林，寻找芽叶肥硕的野茶树，不易的收获就叫钻林茶。爱茶的王府庚用心制茶，也有着茶农们以茶入菜的习惯。鲜鱼鲜肉覆盖的米饭上，只需撒上新采的鲜茶焖煮，就有了茶的清香。古语新茶饱满昂扬，可降荤腥，可生平淡，给繁长的食物以神奇。无论在哪里，应时应季的人们善用一切赋予生机的食材风味，珍爱着每一种获得。李宝，杨紫菜来，快点！快，爸，赶一下，快，抓住它，快！哎呦，抓住一个了。来，吃一片吧。吃好了以后不能再跑出来吃。这个所有的都给羊吃吗？啊，就这一颗好不好？这就好吃吗？他喜欢吃。这就是母羊呀。对，7年前，王禄良离开都市，重新当起了农民。他创办了一个践行24节气生活智慧的农场。当年我自己的孩子受不干净农产品的影响，他说：“爸爸，这个东西这么不好，你为什么还给我吃？你就不知道说什么了。”这也是我去做农业的一个动力。春天正是金花菜、菠菜、芹菜、大青菜收获之时。王禄良的农场坚持遵循24节气种植采摘的原则，不种植反季节作物。该什么时间吃就什么时间吃，就是最好的。不同的时节都有鲜美的出产，每一种都蕴藏着自然规律的信息。其实最好的饮食方式啊，
就是吃当季的，新鲜出产的，这就是最好的。早春的菠菜为了抵御寒风，自我提升糖度，纤维也更紧致，营养价值显著增加。几样清爽小菜，加上包裹着希望的春卷，又是王禄良一家迎接春天的仪式。谢谢爸爸。你给我喂我吃。然而平日，王禄良的妻子和2个孩子，还是生活在湖州城里，与自然为伍，与时节赛跑，让王禄良鲜有时间照顾家人。其实做了农场之后，一直没有钱装修这个房子，搁置了好多年。有时候邻居他们会问我：“你们这房子是租的吗？”我说：“不是的，是自己的。”做农业的这些年，每年春节我都是一个人在农场过的。周末，妻子会带着2个孩子来农场，每次往返都需要3个小时。说心里话，从一开始做，太太都是强烈反对的。她也是农村出来的嘛，都没从地里刨出钱来。修埂、翻田，王禄良坚持不施化肥、无农药的自然农法，无为而治，信赖自然的调节，复原自然农耕方式。一般我们都要讲接地气嘛。做农业之后啊，它能够让人恢复与土地的这种链接。大地母亲是最为宽广无私的，勃勃的生机真的会给你力量的。原来我是那种不愿意吃亏的那种人，做农业之后发现改变其实蛮大的。做农业之后，我就很喜欢踏实2个字。我们每一步脚步都要走踏实，它是心性跟食物相互影响的一个作用。王禄良曾用7年的时间去寻找和积累传统稻种。播种的时机来临，他取出精心挑选后的种子，开始与又一个春夏秋冬相伴而行。有一阵子是觉得看不上我爸爸的，就觉得他太老实、太实在了。等到我自己做农业之后，我现在发现我自己也变成了那个人。播种就是生命重生最好的解读。传统的农耕，最完美地体现了中国人与自然时节的循环往复中栖息生产的哲学。在播种的忙碌中，太阳北移，日头愈高，东风渐近，草木日盛。伴随着大江南北田间地头的一派忙碌，人们迎来了夏天。无论是太湖湖畔，还是东北五常，水稻都已在田间开始生长。白昼渐长，灼日陡升，夏至是1年中北半球白昼最长的一天。民间称吃过夏至面，1天短1线。平性偏凉的大麦面配上麻酱调味，可以消暑开胃。日照时间在逐日缩短，温度却继续升高。在全年如夏的西双版纳，烹饪总在艳阳普照中展开。热带地区丰富的出产，
给了人们珍贵的机会，将热浪中的饮食开发到了极致。6个来自不同民族的姑娘，在对美食的热情创造中，早已情同姐妹。最近，6姐妹有件大事，准备绿叶宴。她们希望用自然的多彩，烹饪出一道民族风味，诠释夏之丰盈。绿叶宴的名字来源于备席时先要铺上的芭蕉叶，一切佳肴都衬托在郁郁葱葱中。多彩手抓饭用天然染料染制糯米而成，傣味烤鸡更是待客佳肴。这席绿叶宴的主要心血都花在了制作被称为南蜜的酱料上。南蜜酱种类丰富，虾、鱼、番茄都可与麻芡、香茅草等配料组合。西双版纳地形复杂，先人劳作时无处生火烹饪，只能将食鲜藏于酱中携带，劳动间隙配以鲜蔬冷食。酸苦的南蜜酱，完全是酷热铸就的美味。大小盐水及牛胆汁等给予的苦能解热，来自于柠檬和番茄的酸可消暑。美好的时光，少不了长辈们以傣族的方式给予的祝福。而且还要感谢在过去的1年里面一直都支持我们的家人跟朋友。喜从喜地内，喜从喜最本，提啊喜到本，提啊都当来，岁岁岁岁岁岁，说你绿叶宴的缤纷还在姐妹们的心中驻留，为她们留下了难忘的夏日记忆。温风至，小暑来，湖北潜江的荷花应时盛开。人们用荷叶、藕尖制作全荷宴，细细体味荷花全身上下所积蓄的夏日能量。小暑之后，日盛的湿气通知贵州凯里的人们，大暑已至。又到了用淘米水、米汤等含有淀粉的液体发酵白酸，以酸驱暑的时候了。苗族女人们还上山采摘木姜子和被称为毛辣椒的野生西红柿。男人们则走入稻谷繁盛的水田中，捕捉与水稻共同栖息的稻花鱼。造就这场酷暑中的盛宴的，是一道美味的酸汤鱼。卜笃琴做酸汤鱼已有30多年。1986年，她与丈夫双双下岗后，两人开始靠酸汤鱼谋生。凭借家传的凯里白酸，征服了万千食客。贵州天气潮湿，酸汤虽酸，但富含碱性成分，可以祛湿避暑。酸汤鱼中的木姜子还能顺气，炎炎夏日，酸爽的风味总是可以让人们振奋精神。所以酸汤在我们的记忆中呢是离不开的，宁可舍得家财，就不舍得酸汤。3天不吃酸，走路都打绕圈。好像2块多钱了。这天，卜笃琴一行人来到市场，为一次特殊的烹饪购买食材。1块，2块，10块多呢。
加成的酸汤，给我们社区里面能享受到会做酸汤的那个流程。吴笃琴定期会来到社区，他乐于将制作酸汤鱼的秘诀授予他人，一同分享时光与自然酿造的美味。然而，吴笃琴的生活就像这酸汤一样，除了沁人心脾的温暖，也有刻骨铭心的酸与辣。几年前，她与丈夫开创的生意刚刚红火起来，意外却降临在了他们身上。生病了以后的癌症，这个3月份的癌症，7月份都去世了，才几个月的时间，感觉都天都垮下来了，一口饭也不吃，力气也没有，的担子都在我的身上了，哎呀，坐不下了。但是关了以后呢，客人呢就一定要我开门，必须要开，你快开门了。你这个门不开，我们要吃饭，我们去哪里吃？手机带你了，别哈哈等我呀！我一定还是勇敢的把它做起来。所以呢，我的酸汤鱼呢，也是我的力量。白酸是用米汤加无叶蔬菜自然发酵，而用山地番茄、红辣椒等配制而成的红酸，是酸汤鱼提鲜的关键，更考验制作者手艺的精湛。好香啊！你看这个水应该掺到这点，晓得吗？你掺到这点了，汤子水才干不了。你看这个又太多啊，太多了那就会满进去，是不是？这个不是光只教你把那摘来，从小都开始学，对吧？现在，吴笃琴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儿子能够将家族的手艺传承下去。奶奶传下来，我们爸爸在做酸汤，我们就看到他去做嘛，一直坚持到现在，我都感觉我的酸汤鱼一直都没变味，就是靠我们的记忆，靠我们的手，靠我们的嘴，靠我们的舌头，把这个酸汤传承下来的。时光来去匆匆，人有来，终也有往，但味觉的记忆却能凝汇人生百味，让时光驻留。我觉得酸汤鱼我是离不开它了，就像我爱上我爱人一样，一生都托付给这个酸汤了。我觉得酸汤是我的缘分。阳气下落，寒意暗生，从春生到夏长，万物的成长都有了答案。于是，不论大江南北，丰美的物产如同井喷，田野中麦浪翻腾，河海间高满肉肥。在收获的忙碌中，迎来了一年里最为美好的金秋。鹰乃寄鸟，天地始肃，秋意渐浓。经过4个月休渔期的等待，浙江象山的渔民终于等到了开渔出海的时候。渔民们祭拜妈祖娘娘，祈求今年的捕鱼季能够平安航行，满载而归。全村老少相聚在一起，为即将出海的亲人送行，这是祝愿，也是期盼。2017年，我国海洋伏季休渔时间延长1个月，被称为史上最严休渔期。生命依时令休养生息，乃自然法则。照着节气吃东西，既要及时，也需等待。在中国人的生活观念里，与自然相处需要懂得平衡取舍，这既是顺天应时的饮食智慧，也有着牺牲爱物的节制与收获。在五湖四海齐动员的秋收中，秋分悄然而至；而在北方的黑龙江，昼夜等长，阳光和煦，
这意味着山里的野生蘑菇和木耳终于孕育饱满。秋末，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随霜降临。所谓霜降不摘柿，硬柿变软柿。这个时候的柿子最饱满，口感也最好。民间的俗语指导着陕西富平人每年此时的劳作。当地人要以最快的速度晾晒鲜柿，以赶上秋末干燥的寒风，使柿中果糖析出，霜降大地，霜满柿饼。当地人还喜欢把鲜柿用面包裹，果肉与面粉里应外合，在滚油中惊艳而出。这种柿子糊它是陕西著名小吃。晒柿饼的时候，吃一口甜蜜的柿子糊它，劳作中无暇吃饭的人们立刻就充满了能量。秋末冬初的台湾，新柿也已经挂满枝头。台湾新竹的牛心柿源自大陆，这里因为气候差异，采摘的时间会稍晚一点。久降风中，当地农户留珍珠，自然不会错过最好的时机。台湾新竹的柿饼和陕西晒制的方式不同，味道却十分相近。此时让刘珍珠喜悦的不仅是新柿丰收，还因为她的农庄即将迎来一批客人。请双手举起来，心想事成耶，万事如意耶，左捏捏，右捏捏，上捏捏，把大拇指日月流转，这个规律叫做时令。因时令而劳作，则为时机。传统手法凝聚先人智慧，也是自然法则下的顺势而为。在浙江湖州，王禄良的农场遍地金黄，以自然的调节能力，使土壤形成正常的生物循环，地力得以恢复。王禄良家的水稻整个生长期超过180天。作为江南出产的大米，这个时间甚至远超以生长周期长而闻名的东北大米。今年是难得的丰收之年，王禄良的农庄收获了10万斤米。但由于坚持用纯自然方式种植，王禄良家水稻的亩产只有400多斤。前些年一直都卖得不好，内心肯定崩溃的。这么辛苦、这么努力种出来的干净东西都卖不掉，那所以很多农产品都是悄悄地送掉的，而且不能就近送，尽量不让大家知道。那么，拿一下呀。谢谢你们的树啊，然后谢谢我的米呢。我们等了很久，就是为了这个米来的。树啊是精神食粮，大米啊是物质食粮。希望种的不光是米，真的这种深夜痛哭啊什么都有过，但心里的这个信念应该是从未动摇过，从未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，对于王禄良的24节气农庄来说，这个秋天收获了知识与信念，也收获了瓜菜满园。王禄良准备的这场秋日家宴，大多采用清炒做法，食材的纯粹原味是最让王禄良自信的财富。入秋天凉后最好吃的，就是在土壤中积蓄半年营养的根茎类蔬菜。下半年的白萝卜饱满紧致，富含水分，脆口甜香。王禄良苦心搜集的老种子种出来的胡萝卜，色彩清奇，本味醇厚。心血凝结成的冰谷糙米、鸭血糯米、红穗胚芽米、云谷白米、
红云米和玉煨米，颗粒饱满，汇成一道香甜的五彩饭。妈妈，过来过这块豆腐干，好吗？一宝，好好吃饭，不能剩饭，知道吗？一年到头。这边钱不时光的脚步从不因一轮收获而停止。每年秋收后，王禄良都要精选出这一年长势最好的植株，把优良的种子保存起来。一粒粒丰盈的种子之中，被赋予了希望。待到来年，这些种子要去延续下一轮生命，实现又一个圆满。种水稻啊，跟我们养育孩子啊，很多方面都差不多。水稻嘛，一年一年这样留种，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。我父亲，我还有我的孩子，我们在农场劳作，也就像这样子一代一代传承下去。霜降之后，大地渐渐被寒潮占领，鸟兽尽藏。紧张劳作至此告一段落，但前3季的硕果累累，宣告着另一种劳动的开始——创造美味。中国人的美食智慧入冬后大加发挥。宁夏贺兰山下的人们，就趁着刚刚袭来的寒气，制作一种颇具地方特色的腌制品——咸韭菜，还会用卷心菜配红绿辣椒腌制西北酸菜。冬日需增补御寒，这些腌制品可以搭配鲜美的宁夏羊肉。酸菜可解腻提鲜，进补的同时，兼具口感的均衡。蝇虫的袭扰渐逝，安徽黄山人们开始腌火腿，盐渍25日，浸泡半日，晾晒1周。到泛红出油时，1个多月的等待，换来整个冬季的鲜香。清蒸，辅以佐料，火腿便可成菜。这种美食被当地人称作刀板香。冬日暖阳中，四世同堂，与鲜美为伴。12月初，时令大雪，华夏大地正式入冬。在山东青岛，裙带菜和牡蛎最为肥美。王桂云，资深面点师。从小受父亲面点大师王福昌的影响，爱上了中国人最钟情的饺子。早在明清时期，饺子即为天下通食。然而，王桂云认为，对于饺子，时令也至关重要。这个季节的话，海蛎是最肥的。什么时间的话，我们吃什么样的海鲜？和面，面粉500克，水250克，鸡蛋呢是10克，盐2克。面光、手光、案板光，
两脚分开，一前一后，双肩并拢，双手用劲。150克面团要求是24只剂子，6、6、6、6、4、6、24。饺子包的好坏全在皮儿上，6.5厘米的圆皮儿。一看这个皮儿就知道是个大男子汉擀的皮儿嘞，对吧？人家是我老父亲的话，人也是男同志。再看看你，你看怎么会这样擀的大小不均匀，还有这么多波浪？马上改正。看我演示。各地民间的饺子大都就地取材。胶东地区三面环海，以海鲜饺子闻名。当地人以博大精深的鲁菜为底，极尽钻研海鲜与蔬菜的荤素搭配。而三鲜虾仁水饺中的栗虾与韭菜，永远是荤与素、海与陆相结合的经典。给这对天作之合做媒的是五花肉。一定要顺时针的叠拌，逆时反向，猪肉里边的蛋白质呢就会泡坏。调好馅之后呢，要经过一段时间醒运。韭菜选高密金钩韭菜，该品种格外浓郁的酒香可掩盖虾的腥味儿，唤醒海产蕴藏的大海之鲜。一只饺子一只虾，粒粒藏鲜。王桂云不仅精通馅儿的搭配，更注重馅儿与皮的组合。紫色选红心火龙果，用它榨汁做皮儿，用火龙果的肉包制水饺。黄色选南瓜汁做皮儿，选黄花鱼的黄字搭配吃。红色红曲米，黑色的话墨鱼这个囊。绿色菠菜汁，橙色胡萝卜的橙。菠菜汁的绿包裹韭菜栗虾的脆，红曲米染的红对仗虾仁西红柿的艳，墨鱼汁的黑碰撞墨鱼肉的白，胡萝卜的橙呼应南瓜海米，再加上白皮包裹鲜鲅鱼肉，七彩饺子或表里如一，或黑白分明，色为初时，味有乾坤。海鲜饺子在4分半就正好。出锅之前呢，漏勺要3点头。海鲜饺子一定要热吃，不腥。这些年我研究出58种不同的水饺，很受老父亲的影响，对自己很苛刻。每当你研究到第30遍，还是这样，很痛苦的。饺子馅儿的美味被封闭于饺子皮内，一口咬下去，积攒的鲜香一瞬间喷薄而出。除了闭门钻研，王桂云还会到乡村山野中汲取灵感。一年中最后一个重大时令冬至即将来临，王桂云来到崂山脚下的青山村，寻找最家常的饺子。渔民的劳作将进入尾声，福记休渔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收获，最肥美的物产就是鲅鱼。一入冬，青山村就会变成甜鳝鱼的世界。在冬至这天，村民林先寿两口子将今年最后一批鲅鱼挂起甜晒。这一天的阳光十分特别，冬至古称日短，一年中最低的太阳角度，使阳光看起来尤为灿烂。短暂而温润的光照是甜晒的秘诀。
所谓甜晒，并不是放糖不放盐，而是不做调味，自然风干。5天之后，这种半脱水的食材也会被包裹进饺子皮里。食材交叉组合，名称随迁徙而融汇。2000多年来，饺子一直在演变，在不同地域落地生化。福建沙县，人们将芋头蒸熟，打泥，加面做皮，制成芋饺。同为包裹做法，但馅料以甜为主的汤圆儿，在南方很多地区是百姓冬至的美食。汤圆上的尖角，寓意来年春芽茁壮。而在宁波，甜馅也会被包入糯米皮里，制成年糕饺。下午4点35分，青山村日落。冬至阳生春又来，是一年中阴阳转换的关键节气，也告诉人们，到了休养生息的时候。林先寿一家团聚，以甜晒鲅鱼为馅儿包起饺子。全家关灯了，关了灯上一通啊，这个天气是吧，一天比一天能长了。你还记得什么馅儿饺子？鲅鱼馅儿的，这个鲅鱼饺子吧，它下手快。鲅鱼要与多种配料相聚，最正宗的甜晒鲅鱼水饺才能诞生。姜与洋葱辛辣去腥，西红柿增酸提鲜，西葫芦清爽多汁，紫茄使口感软嫩。一味海风的鲜与恰当的食材相遇，营养与口味兼而有之。我揉吧啊，我揉吧啊，不要不要，加这么多，少一点吧。哎呀呀，那下回我好吃。真厉害！虽然创造了无数种饺子，但王桂云最爱的永远是母亲冬至这天包的素净饺子。古时人们在冬至时希望来年清清静静，从此代代相传。素净饺子来自呢我父母的家乡，馅儿呢有8种不同的原料，油条的香，豆腐的嫩，白菜的脆，菠菜的绿，胡萝卜的橙，粉丝的白，年糕的节节高，小枣的红火甜蜜，悉数相聚。吃素净饺子是对老人的一种侍奉，是对祖先的一种信仰。北方人常说好吃不过饺子，饺子的魅力不仅源于味道，也来自人们赋予它的浓浓情谊。妈，冬至了，吃饺子。这个饺子吃了80年，这个当吃这个团圆饺子。爸爸，今天过冬啊，今天过冬至，吃饺子哈。保佑我的老母亲身体好好的，保佑我们的孙儿。从小看到父亲做些点心，就认为父亲干这个，哎，我也要干。我父亲是2000年去世的。当时是很痛，我父亲对我来说既是父亲也是师傅，从内心是感恩的心。天地自然，人间冷暖，一年的辛劳，来年的希望，都被包进饺子。食物的灵魂来自至亲至爱的苦心酝酿。
包裹着家人团聚幸福期许的饺子，遍布长城内外，大江南北。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，让饮食里有了四季，让光阴轮转出滋味。一年将至尾声，但时间的轨道没有尽头。待到来年，自然的车轮滚向下一循环，又是新一年的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，生生不息。柴米油盐，酸甜苦辣，人生为经，历史为纬，寻找味觉版图，做有滋有味的中国人。